这个最多用个半年时间，它就会出现接触不良。700多块钱的东西，这样来敷衍消费者吧？它这一个超了多少？大家自己算一下。我的个乖乖！各位朋友，大家好啊！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全协议充电宝的车拆，就是我手上这款。我不知道这个英文该怎么读啊，我就叫它石头泰科吧。英文水平有限，大家不要笑我。这个产品也是咱们一个铁粉寄过来的，寄过来让我车拆，他就想知道这个充电宝真实性能和内部用料的情况符不符合它700多的售价。谢谢你们对我这个频道的关注和支持，有你们的支持，我才有动力做到现在啊！非常感谢这位老铁，也非常感谢每一个关注我的老铁。咱们话不多说，先开箱这个700多的全协议充电宝。这个充电宝硬纸盒的包装，25000毫安的标识。品牌标识，充电宝的实拍图片，150瓦极速闪充，多兼容快充移动电源。背面是产品特色和试用设备，还有一些安全提醒。打开盒子，内部还有一个收纳袋。充电宝本体非常的大啊，就像一个板砖。石头泰科的英文 logo， 这个是显示屏，一共4个充电口。背面这里是开了一个窗口，可以看到内部的电芯的情况。用的21700M50的电池，应该是 LG 的吧。这个充电宝外壳是用的铝合金的材质，这个充电宝的侧边它都做了圆弧设计啊。这个壳体好像是铝合金的一个型材做的，两头是用的塑料的材质。内部有一个用户手册，充电宝的厚度25.8毫米，宽度为85毫米，高度大约是178毫米。功能按键是在侧边，按一下功能按键。屏幕上有 C1、C2、C3 和 Eco 的电压、电流标识，电量标识这里也有，还有 58.5% 的电量，温度标识、功率标识，还有能量值的标识，它这上面都是有的。双击按键进入小电流输出模式，还可以升级版本。整个充电宝连包装盒的重量是714克，单充电宝是575克，1斤多重的充电宝啊！这个充电宝外观部分我们简单看了一下，我们进入测试部分的内容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充电宝的规格信息，产品的型号 SD225PB， 这上面是产品名称，全是英文的啊。25000毫安，能量值是 90.75 瓦时，额定的容量是15000毫安，5伏2安的情况。最后一次放电的话，也用5伏2安来测试。C1 口为输入输出，两个都是140瓦的啊。然后 C2 口输出是最高20伏6安120瓦 ，C3 口输出最高是60瓦 ，USB-A 口输出最高25瓦。它的总功率是设定在150瓦的，这个应该是没有3C 认证的啊。这些认证的话，大家看看就行了。我们现在就是来检测一下这个充电宝它所支持的快充协议的情况。首先是 Type-C 一口，为了检测这个 Type-C 一口的协议，我把这些线全部都拿出来了，测出来它的协议就是这个样子的。然后把仪表直接插在充电宝上面测试，测试出来它的协议是这样的：高通 QC 的 PD 3.0 100瓦 ，DCP 和 Apple 2.4两个基础功率。这样点进去看的话，可以看到 PPS 有一个5安的100瓦的 PPS， 而且这个 C 口大家看一下很松的啊，没遇到过这种情况。更何况这还是个新的充电宝，插上去这个线都在里面晃动。然后 Type-C 2口的协议，我用这一根240瓦的线可以检测出蓝厂的 VFCP 协议，点进去看功率是120瓦，然后又换了这一根线材，测出来它又多了一个 SVOC 协议，还有一个 VOC 协议，这两个是绿厂的协议啊。然后我把仪表直接插进去检测，这些协议应该全部都出来了啊。蓝厂的120瓦协议，高通的 QC 3.0 的协议，华为的 FCP 协议只显示了一个0瓦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。华为的 SCP 协议40瓦，三星的 AFC 协议18瓦，然后是 SVOC 协议 ，DCP 则是一个基础功率，充电口还是一样的啊，松松垮垮的。然后这是 Type-C 3口所支持的协议 ，PD 3.0 60瓦 ，DCP SAM 和 Apple 2.4三个基础协议。PD 3.0 点进去只有固定档位5个，最高20伏3安60瓦，它没有 PPS。然后这是 A 口的协议的情况，高通 QC 3.0 的协议，华为 FCP 的协议24瓦，华为 SCP 的40瓦，三星 AFC 的24瓦，展讯的 SFCP、DCP SAM、Apple 2.4三个基础协议。第一次遇到一个充电宝检测协议的话，用了我这么多线材出来啊，这是我第一次遇到的。
这个充电宝它主打的是全兼容，我们现在就是来测试它的充电的兼容性怎么样啊。首先我们从米家的设备开始 ，Type-C 一口启动快速充电，真正的功率的话是很低的，只有15瓦左右。我们再来看 Type-C 二口。C 二口的话也是显示了快速充电，功率更低了啊，只有10瓦左右。Type-C 三口出现了反复充电的情况，真实功率在15瓦左右。A 口也是显示了快速充电，真实功率的话只有10瓦左右。我们来看它对荣耀100的兼容性怎么样。Type-C 一口这个反应有点慢啊，启动了超级快充。真实功率已经跑到了55瓦左右，有可能是咱们这个手机的电量已经有58个电了，所以说它的功率的话还没有完全释放完。C 二口启动的超级快充，真实功率大概在21瓦左右，应该是一个华为公开的22.5瓦的协议。C 三口又出现了不断的断连的情况啊，双闪标识，功率在10瓦左右。A 口显示超级快充，真实功率也是在21瓦左右啊，华为公开的一个协议。我们来看这个绿厂的设备 ，Type-C 一口启动 PBS 快充。真实功率跑到26瓦左右。Type-C 二口启动超级闪充80瓦，真实功率已经跑到55瓦左右啊，这个功率算是很高的。C 三口总是会出现断连了，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C 三口功率就很低了，只有18瓦，又断连了。A 口的话我们就不用试了，这个 C 二口可以支持绿厂的沃克协议。这一部手机是蓝厂的 S18。Type-C 一口也启动了 PBS 快充，真实功率已经跑到30多瓦了啊，32瓦左右。Type-C 二口直接走的是 vivo 的私有协议80瓦，真实功率一直在37瓦左右闪动。我们再来看看 C 三口还会不会出现断连，还是一样的啊，一会儿断连一会儿又有，一会儿断连一会儿又有，这个功率的话就更低了啊。这个充电宝的 Type-C 三口相当的不稳定。A 口的话我们就不用试了 ，C 二口可以支持 vivo 的私有协议的大功率。我们再来看一下它支持华为手机怎么样。Type-C 一口单闪电标识，走的5伏的基础功率啊，只有10瓦。Type-C 二口启动超级快充，真实功率只有20瓦左右。Type-C 三口还是继续的闪断，不知道是咋回事。这个 A 口的话就不用看了，肯定也是一个华为的公开版的22.5瓦协议。3星手机的充电兼容性，我们看看这个充电宝能不能启动它的快充 2.0。C 一口启动快充 2.0， 功率的话还是挺高的。C 二口的话5伏的基础功率啊。C 三口也是一样的，经常闪断。A 口显示正在快速充电，功率在15瓦左右。这样测试下来的话，这个充电宝所谓的全兼容的话，这个宣传还是有点虚啊。现在我们就是对这个充电宝的转换效率进行一个测试。充电宝本身还有90%的电量，我们全部把它放完，进行5次充放电循环。5次充电，我们采用联想的 C140来给它充电。采集数据的仪表还是这个仪表。这个充电宝的第一次充放电已经完成了，这一次充进去电量是88.80瓦时，充电时间1小时05分钟。充电的时候，咱们监测了一下它表面的温度，最高的温度是47.9度。第一次放电是140瓦的功率进行放的电，一共放出63.95瓦时的能量，放电时间花了半个小时。这个半个小时里面一共停了2次。在停止功率输出的时候，它表面的温度为46.4度，充电口的温度为62.3度，证明这个充电宝的过温保护设定在65度的。这个充电宝第二次充放电已完成，这一次一共充进去电量是84.69瓦时，充电时间1小时11分钟。这一次放电，咱们是用的100瓦的功率放的电，一共放出能量72.54瓦时，放电时间45分钟。这个45分钟中间停了1次。这个充电宝第三次充放电已完成。这一次充进去电量是89.11瓦时，充电时间1小时13分钟。这一次放电，我们是用的65瓦的功率给它放的电，一共放出能量75.13瓦时，放电时间1个小时09分钟，全程是一次性放完的。这个充电宝第四次充放电完成了，这一次充进去电量是91.39瓦时，充电时间1小时13分钟。这一次放电是全程用的36瓦的功率放的电，一共放出能量是75.24瓦时，放电时间2小时07分钟。这个充电宝最后一次充放电已完成，这一次充进去电量是94.16瓦时，充电时间1小时14分钟。这一次放电我们是用的5伏3安啊，没有用5伏2安来放电，搞忘记了，产品太多了。这一次一共放出能量是70.04瓦时，放电时间一共花了4小时48分钟，放出容量是14485毫安。充电宝的额定容量是15000毫安，它是5伏2安的情况啊，我们5伏3安都放了接近15000的容量出来，证明这个充电宝的容量是没有虚标的。这个充电宝5次充放电的数据全部都实测出来了，
按照实测的数据我们进行换算，平均下来它的转换效率为 79.4%。按照充电宝额定 90.75 瓦时的能量值，按照我们实际放电的数据得出它的额定的转换效率为 78.6%。这个换算下来两个数值都是基本上差不多的啊。78.9的转换效率，说高也不高，说低也不低。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这个充电宝它的多口功率分配的情况，还有会不会断连的情况。这个充电宝的单口情况是 C1 口输入输出是140瓦， C2 口它是私有协议的一个充电口啊，大家不要把它当成 PD 协议了。 C3 口是单纯的一个 PD 60瓦输出的一个充电口， A 口的最高功率是25瓦。我们先来看 C1 口和 C2 口的情况。 C1 口我们先启动140瓦的功率，然后我们 C2 口接上一部手机， C1 口纹丝不动啊。 C2 口启动了 SWORK 协议，真实功率两个充电口一起170多瓦了。 C2 口的功率起到40多瓦的时候， C1 口的功率就直接断掉了啊，反应有点慢。现在总功率是120多瓦。这一次我们先启动 C2 口的最大功率。 C2 口有时候插进去的话，它这个私有协议握手过程太慢了，要等半天，重新拔插一下，它又握手了私有协议。这个时候我们再接上 C1 口， C1 口就直接启动的是 PD 的70瓦的功率啊。两个充电口的真实功率的话，也就是120瓦。我们再看一下 C1 加 C3 的情况，先启动 C1 口的140瓦，然后再接上 C3 口。C3 口直接启动的是60瓦啊 ，C1 口还没有降功率，现在的总功率180多瓦，然后降了，直接断连了，然后重新分配功率。这边的话也在闪动，又变成了60瓦。这边的话还没有反应过来，这个充电宝反应确实是有点慢啊，这个软件设置的逻辑还是有点混乱，到现在还没有反应过来，还是0瓦。C1 口到现在还没有反应过来，非常的慢。C3 口直接启动60瓦，再插上 C1 口，搞不懂这个充电宝的多口设置的逻辑是怎么设置的。我们再来看 C1 口加 USB A 口是什么样的情况啊？我们先启动 C1 口的140瓦，再来接上 A 口。接上的瞬间是没有断连的 ，A 口走的20瓦，这边的话132瓦，总功率的话就是150瓦的样子。C1 和 A 口它是不存在断连的情况，应该是两个独立的模块。我们再来看3个 C 口同时使用，它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啊？还是 C1 口启动140瓦的功率 ，C2 口再次接上一部手机，还是接上绿厂的。现在还没有启动绿厂的私有协议啊，这个握手的过程非常的慢，重新拔插一下。还是没有握手，重新再插一下就已经握手了。现在 C1 口还没有降功率 ，C2 口的功率还在涨，看吧，这个瞬间可以到180多瓦，现在就已经超过了它的功率限定 ，C1 口就断掉了，直接降到了 PD 3.0的10瓦。现在启动了70瓦的 PD， 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接上 C3 口，接上的瞬间两个充电口都没有断连。C3 口的话走的是45瓦左右，3个口的总功率是140瓦左右，这个功率确实是没有虚标啊，3个 C 口同时使用。那么我们这个情况下，我们再接上一个 A 口，我们来看一下。3个充电口 ，A 口的话走了一个5伏的基础功率 ，C3 口也变成了基础功率啊，2个基础功率加2个大功率。我们再来看一下 C 和 C3 的情况，先启动 C1 口的140瓦，再来接上 C3 口。C3 口是15伏的档位启动了，45瓦 ，C1 口还是没有变啊。这两个一起总功率是170多瓦了，接近180了。这个充电宝多口功率分配测试下来，它的总功率的话是没有问题的，甚至可以到180瓦左右。不管你几个充电口使用，在它的150瓦以内的功率下，它基本上是不会断连，只是它这个功率分配的逻辑非常的混乱，反应速度很慢，私有协议要插很多次才能够启动啊。还有的 C3 和 C1 口，很大的几率会出现 C3 口没有反应变成基础功率啊。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，这里必须要吐槽一下啊！大家看一下这每一个充电口，每一个充电口都是，大家看一下，包括 A 口也是一样的。这个最多用个半年时间，它就会出现接触不良，700多块钱的东西，这样来敷衍消费者吧。还有大家看一下 ，A 口是铁的啊，5次充放电，我们测出来这个充电宝，它的实际的额定容量是14000多毫安。这个容量的话，充个3部5000毫安的安卓手机是没有问题的。如果充苹果的话，充个3、4部也是没有问题的啊。实际的充电测试的话，受它的影响，我就不测试了。
这个线材插在这里面的感觉的话，真的是太影响心情了啊！我们直接测试它的文波。首先我们来测试这个充电宝 Type-C 一口的文波，5伏3安15瓦功率，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38.4 毫伏，平均文波 35.6 毫伏。9伏3安27瓦功率，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61.95， 也就是62毫伏，平均文波 45.9 毫伏左右。12伏3安36瓦功率，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66.3 毫伏，平均文波 53.6 毫伏左右。15伏3安45瓦功率，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63.6 毫伏，平均文波 60.8 毫伏左右。20伏 3.25 安65瓦功率，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181.1 毫伏，平均文波 178.2 毫伏左右。20伏5安100瓦功率，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258.8 毫伏，平均文波 182.9 毫伏左右。28伏5安140瓦功率，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278.3 毫伏，平均文波265毫伏左右。我们现在来测试 Type-C 2口的私有协议充电口。首先我们从 Work 协议开始，我们直接拉它的40多瓦的功率。现在是 Work 协议46瓦左右的功率啊，大家看一下这个拉出来的 Work 协议功率很不稳定。文波的话是在最高的时候是106毫伏，平均文波在87毫伏左右，这个波形也不稳定，跳得很厉害。现在是蓝厂的私有协议，我把功率拉到了86瓦左右的真实功率啊，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103.8 毫伏，平均文波在 91.9 92毫伏左右。我们现在来测试 C3 口的文波，5伏3安15瓦功率的时候，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34.9 毫伏，平均文波 31.2 毫伏左右。9伏3安27瓦功率，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43.1 毫伏，平均文波 33.5 毫伏左右。12伏3安36瓦功率，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38.6 毫伏，平均文波 34.1 毫伏左右。15伏3安45瓦功率，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28.9 毫伏，平均文波24毫伏左右。还发现一个问题，我也是奇了怪了啊，我手上3个诱骗器全部拉不出20伏的档位，咱们也不知道是咋回事，这个充电宝的逻辑设置真的是很混乱啊。我们现在来测试 A 口文波的情况。现在是5伏3安15瓦功率的时候，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36.1 毫伏，平均文波 32.7 毫伏左右。9伏3安27瓦功率，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42.3 毫伏，平均文波 34.7 毫伏左右。12伏3安36瓦功率，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42.3 毫伏，平均文波 35.3 毫伏左右。大家看一下这个设置逻辑混不混乱？ A 口明明标的最高25瓦，我现在把它拉出了36瓦的功率。还发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，这个不得不说一下啊，这个也是刚才测试 C3 口的文波的时候，20伏档位拉不出来，我就想着拿个充电宝过来试一下，看能不能直接启动20伏档位啊。结果这一放进去，我发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啊 ，C3 口直接输出45瓦功率。这个时候我要给大家看文波啊，大家看一下这个文波离谱到什么样子了。我测试了这么多充电宝，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。它的最高文波是832毫伏，快1伏的文波了，我的天呐！当然我也验证了其他的几个充电口都没有问题啊，就这一个 C3 口出现这个问题，我随便拿几个充电宝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吧。这个是绿联家的130瓦的充电宝，直接输出100瓦功率吧。这个文波最高的时候是87毫伏，平均文波83毫伏。然后这一个是小米的165瓦，我们用它的 C2 口，也是45瓦的功率的一个口子。这个45瓦输出文波，它是最高的时候46毫伏，平均文波39毫伏。这个是咱们前面测试的一个黑鲨，直接用 Type-C 口啊，同样的输出45瓦功率，这个文波最高的时候是57毫伏，平均文波50毫伏左右。咱们随手拿几个都不会超标啊，它这一个超了多少，大家自己算一下，832毫伏，我的个乖乖！这个充电宝的测试数据全部都测出来了啊，总结一下吧。这个外观的话，我个人看还是中规中矩，协议兼容性并没有做到全兼容啊，最起码华为的它不支持。还有就是 C3 口无辜的闪断，用起来是很烦人的。充电口设置逻辑混乱，私有协议快充握手过程非常的影响使用体验。再就是这个充电宝4个充电口全部都是用的廉价货，数据线插上去松松垮垮的感觉，跟它这个昂贵的售价实在是无言以表啊。实测
Type-C 1口的文波在高功率的时候已经超标了 ，C3 口的实际负载文波简直就是爆炸级别的。这种充电宝的话，我肯定是不推荐大家购买的啊！我把所有的数据都测出来了，大家自己看吧。咱们后续会对它进行拆解，看一下这个昂贵的充电宝内部的用料符不符合它这个昂贵的售价。喜欢我这种硬核车载视频的老铁们，记得一键3连，点赞关注，投币走起来！你们的支持就是咱们这个频道更新的动力。谢谢大家观看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